下官觉得县主所言有理。县主虽没看清楚那人是谁，但记得大概的背影和身影，挨个查探必然会有线索。就劳烦殿下帮忙查看一下名单，本官必定认真探查，定会将谋害县主之人找出来，还县主公道。薛姑娘既然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又有县主作为人证指证于你，就委屈薛姑娘暂时留在衙门，配合我们调查清楚之后，再送薛姑娘回去了。来人，将薛姑娘带下去。既然没有证据，为何要关我？大人莫非是想屈打成招吗？薛姑娘莫要误会，本官方才已经问过薛姑娘，可有人证？薛姑娘说没有。既没有人证，又没有物证，那薛姑娘方才所言便难辨真伪。如今此案薛姑娘嫌疑最大，本官不过是依照程序将薛姑娘暂时收监，待查明此案真相，还薛姑娘清白之后，自会送薛姑娘回家。薛婉宁脸色煞白，颓然地跌坐在地上。退堂！短短3天的功夫，在离端县主大张旗鼓的让福尹请那天的宾客挨个来府衙让他辨认之后，一直死活不肯承认跟这件事有关的薛婉宁终于开了口，承认他是因为记恨离端县主曾经毁了他的亲事，心生怨恨，所以想给离端县主一个教训，将人打晕之后悄悄送出了长公主府。至于什么毒害之类的，一概不认。但事已至此，有了他的招供，即便有大殿下派人来求情，最终也判了薛婉宁故意谋害罪，流放3000里。怎么，连你也来看我笑话吗？你配吗？你忘记了，你如今所有的一切是谁给你的？大姐姐，你怎么了？我来是有事情跟你说。你想跟我说什么事？谁让你来的？3殿下吗？不是，是我自己想来的。大姐姐，我说的话可能会惹怒大姐姐，但是我是真心为了大姐姐好的。我想说，大姐姐，你千万要保重自己。等流放结束之后，父亲会想办法安排大姐姐回京的。到时候大姐姐不妨去同3殿下或者大殿下求求情，即便不能成为正妃，但总好过在别处蹉跎岁月。是父亲让你来同我说这些的，是吗？大姐姐，对不起，我薛婉宁想笑，凭什么呢？她可是曾经的圣国公府世子的未婚妻呀，是大殿下的未婚妻呀。她薛婉宁才貌双全，也不缺心计手段，她怎么就落得了如今的地步，落到了要给人当侍妾的地步？大姐姐，时间到了，我得回去了。你放心，你离京那时，我会去给你送东西的，你千万要保重。薛婉宁看着他胆怯的背影，心下稍安。无论如何，还有机会。而谁也看不见，薛婉月的面纱之下勾起了一个弧度诡异的微笑。陆泱泱，事关重大，西北阳关瘟疫，那不是闹着玩的。你若是去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哥怎么样了？什么？泱泱，你去了西北，去了大哥那里吗？那里不是在闹天花吗？你后面的话没说完，周围听到他声音的丫鬟小厮都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好几步，惊恐地看着陆泱泱，活像是陆泱泱已经感染了天花一样。这泱泱，你为何不早说呀？你这回来才5、6日，若是感染了，那圣国公府还有许多人，岂不是很容易被传染？哼，你说的对啊，我是去了阳关城，城里好多得了天花的病人，我是个大夫啊，我当然得照顾他们。我照顾了很久呢，
每天都有人全身溃烂而死，我这手啊，天天摸呢。你，盛云珠艰难地看着陆泱泱，整个人都抑制不住地开始发抖，眼底满是惊恐。切，你猜，我要想让你死，用不用这么麻烦？你，对不起，我只是一时着急，我误会了你，对不起，泱泱，你别怪我不是有意的。盛云珠不过顷刻间就认了怂，磕磕巴巴的道了歉。但是那些围观的下人们却战战兢兢的。都闲着没事做了吗？滚！还有，别让我听到刚刚的事情传出去一个字，否则一律发卖。我们换个地方说好不好？怎么，这会儿突然不怕我了？不怕跟我挨得太近，被感染疫病了吗？泱泱，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的，你原谅我的无心之失，好不好？盛君逸淡淡的朝着盛云珠看了一眼，唇角勾起一抹讥诮。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二哥，麻烦二哥稍微回避一下可以吗？我同泱泱有话要说。盛君逸淡淡的看他，没说什么，走远了几步。怎么，你重生一次的事情这么见不得人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早就知道大哥会死，是不是？甚至知道他为什么会死，瘟疫、天花、战乱这些你都知道，但是你一个字都没有说。盛云珠，你是不是觉得只要大哥死了，这个府里就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你的地位了，你就能达成所愿，对吗？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救命！泱泱，放下他！滚！泱泱也是你叫的吗？给我闭嘴！但是让你失望了，大哥没死，他还活得好好的。你说有朝一日他会不会知道你背地里那些暗戳戳的小心思呢？哼！说完他冷笑一声，丢开盛云珠，也没理会盛君逸，扭头就走了。二哥，你既然那么怕他拆穿你，为何每次都要主动去招惹他呢？二哥，你在说什么？云珠，你我在一起生活了10多年，你当真觉得我看不明白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但你也知道，那些对我来说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目的才是一致的。我可以纵容你任何的小动作，我觉得玩物总要有点自知之明。你的血脉不重要，但你得明白，圣国公府的底线是什么？是谁容许你敢对圣国公府世子心存恶意的？二哥，我没有，你怎么会这么想我？二哥，我会听你的话的，只有我能帮你，你信我。是吗？但我可不是非你不可。盛云珠惊恐地看着盛君逸，盛君逸的眼珠子黑漆漆的，透着一股深不见底的邪气。盛家人的眼珠明明是偏浅一些，唯独他是个特例。云珠，我早同你说过，你可以不聪明，但是别耍那些小聪明。如果你先把自己给玩死了，没有用的人就只有一个下场。我不介意亲手解决你。早点想办法把自己嫁了吧，不然我怕我什么时候就忍不住动手。盛君逸说完转身离去。盛云珠看着盛君逸的背影，指尖抖得不像话，甚至忍不住想要干呕。他很少怕过谁，但他其实是有点怕盛君逸的。上一辈子是，这一辈子还是。陆泱泱，有事啊？你来参加王府的宴会，有帖子吗？
该不会是跟着别人蹭进来的吧？哼，也是，你一个从乡下来的野丫头，怕是连王府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吧？陆泱泱这1年多靠着医术，在京城中也小有名气，但是确实没什么身份，只听说是兰家的远亲。程儿，你是掉粪坑了吧？躲家里1年，不光给自己捂得跟狗屎一样黑，这嘴也跟吃了狗屎一样臭。听说你今年忙着说亲啊，那谁娶了你，谁可真是有福气，耕地都不用施肥了，让你去滚一圈就成。我说他呢，你插什么嘴？你眼光倒是好，被这么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灌的什么迷魂汤？她一个打秋风的无父无母的孤女，也知道你这样，是因为你也出身不明，没有爹吗？程淑锦这么一喊，就连一向跟离端不对付的六公主都瞪大了眼睛，抬起了头，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陆泱泱，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你这个死了全家的绝户女，你不得好死！住嘴！陈二姑娘真是好教养啊，张嘴闭嘴就是绝户死全家。看来这些年的书是白读了，礼仪规矩也都尽数喂了狗。下次出门做客之前，我劝你还是先找个蒙学上一上，先把《三字经》给读透了，省得丢人现眼。吵死了！等下的戏还唱不唱？不如你上去。你欺人太甚了！你们干什么？欺负我妹妹是吗？大哥，他们都欺负我！盛君逸，你欺负……这是在做什么？小三，你又在外面惹事了。还有小二，你这一头花里胡哨的是什么东西啊？出门是忘记照镜子了？都堵在这干什么呢？若雪来了，刚刚怎么没见你啊？哼，这戏马上就要开场了，不如我们去另外一边。听说仙音阁排出的这出新戏很有意思，好像是说什么真假千金呢。若雪听说了吗？好呀，那殿下稍等若雪片刻，容若雪收拾下弟弟妹妹，马上便来。我没惹事儿，是他们欺负我妹妹。好，你看见了？怎么欺负的？盛若雪，你……程淑锦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不管在家还是在外面都是横着走的，但遇到程若雪，他能呛几句都是他头铁。若雪在这里给县主和陆妹妹道歉，淑锦不懂事，冲撞了2位妹妹。回去我们将军府定亲自带着赔礼上门道歉，望2位妹妹暂时息怒，别坏了心情。这同若雪姐姐无关，若雪姐姐客气了。太可怜了，怎么会有这么可怜的人？这好端端一个千金大小姐，却要沦落到农家，每天做活那么辛苦，真的是太难了，真是太惨了。陆泱泱盯着因为中场休息而空出的戏台，不知道怎么的，总觉得故事不会这么简单。果不其然，故事很快就出现了反转。真千金回家之前柔弱可怜，仿佛吃尽了苦头，但是回家之后却开始本性毕露，仗着父母的愧疚，开始各种暗戳戳地打压贾千金。先是强行抢走了贾千金已经定亲的未婚夫，接着又污蔑陷害贾千金。贾千金不堪受辱，自请离家。这简直胡说八道！前半段还挺好看的，后半段就很奇怪啊。未婚夫本来就是真千金的，怎么能算是抢走呢？再说了，真千金找回来，贾千金不就是应该离开吗？怎么会演变成这样？话也不是这么说，当时交换的时候2个人都还是婴儿，就算有错，那也是命运弄人，也不是那贾千金的错。原本父母怜爱，将其留在家中继续照顾，谁料那真千金是那等恶人呢？果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好没教养。好端端的一家团圆的结局，被他搅和的支离破碎。怎么就不是一家团圆的结局？那贾千金本来就不是他们家的。
走了有什么奇怪？如果他一开始就走，那真千金也不会针对他吧？有人抢了你东西10几年，你不生气啊？是命运弄人，又不是那假千金害的。真千金却是把人害得那么惨，难道不是他品行不端吗？那家父母也是，若非真心，何苦要把假千金留下来？留下来又不好好对待。原本还觉得那真千金可怜，可是现在看来，果然一切都是有因果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说不得呀，就是上辈子品行不端，老天爷这才罚他这辈子一开始就受苦。怎么，县主讨论不过，又想仗势欺人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我娘说了，我的就是我的，凭什么要别人来抢？谁要是敢抢我的东西，就是直接上手揍他，揍到他不敢抢为止。盛云娇是了解陆泱泱身世的人，哪怕是再迟钝，也看出来这出戏约莫是意有所指，只是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的。泱泱，你觉得呢？我觉得你说的对，对喜欢抢东西的人，就要揍到他不敢抢为止。圣三姑娘，觉得我说的对吗？泱泱妹妹，母亲自幼便教导我，为人要谦和大度，不可与人交恶。身为女子，更是不可与人动手。妹妹所言自是有妹妹的道理，只是我觉得还是要心存善意，以和为贵。盛云珠，你还要不要？盛云娇听到盛云珠的话，气得要命。她这也太过分了，分明是她抢了泱泱的身份，到头来她还要拿着大伯母来骂泱泱没教养，她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我明白了，盛三姑娘的意思是，别人抢了你的东西，你要大度一点让给他，千万不要心存不满，不然就是不善良。我幼时倒是没学过这些，今日真是受教了。盛三姑娘不愧是京中贵女的道德典范，让人敬佩呀。三姐姐，刚才是我鲁莽了。泱泱说的对，三姐姐这么大度的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才是。我听说前日大伯父送了三姐姐一盒紫色东珠，很是漂亮。想来三姐姐也觉得刚刚仙音阁唱的好吧，不如把这盒东珠赏给他吗？来人，将这个镯子赏了仙音阁。我虽比不上三姐姐这般大方，也是要紧跟三姐姐脚步的，不能给三姐姐丢人。对，娇娇说的可真的是太好了，那我就赏一枚玉佩好了，不能跟盛三姑娘的东珠比，聊表心意吧。两人这么一唱一和，立即便将盛云珠给架到了火上。盛云珠万万没想到，盛云娇竟然敢在这里坑他。那盒紫色的东珠极其罕见，是父亲送给他的吉吉礼，也算是补偿。那盒东珠在家中不曾带着，回头我叫人送去仙音阁。盛云珠，你该不会是不舍得给吧？怎么会呢？不过是一盒东珠罢了，算不得什么。既然如此，那你现在就叫人去取不就好啦？左右我们也不着急着走，等着好好见识见识这紫色的东珠。听说这可是极为难得，我都没有呢。盛国公府三姑娘赏赐仙音阁紫色东珠一盒，稍后送到。几位不妨稍微等上一等。仙音阁谢过诸位贵人赏赐。哎呦，这盛国公府的三姑娘可真是神仙一样的人啊，怎么还没得过这么大的赏呢？三姑娘可真是颜如舜华，貌若天仙。听闻三姑娘假期将至，仙音阁祝愿三姑娘觅得良缘，幸福美满。明若，快谢过三姑娘。明若谢诸位贵人恩赏，谢盛三姑娘。盛云珠万万没想到，连糊弄都糊弄不过去了。若是此时他再找借口推脱，那就不是今日来庆安王府的宾客要嘲讽他了，怕是整个京城都得传出去这件事情。泱泱妹妹，那盒东珠我已经让人送过来了，只是丫鬟不敢擅自做主，想让我亲自过去取过来。我想劳烦妹妹跟我一起去，也帮我做个见证。好啊。盛云珠今天被他们坑得大出血，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罢休，让陆泱泱陪他去拿东珠，保不准憋着什么坏呢。
不过陆泱泱有一件事，倒是真的挺想问一问盛云珠的。许久没有在湖上泛舟了，从前二哥经常带我去玩，现在想想，竟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所以你该不会是打算从这儿跳下去，然后污蔑是我推你的吧？我劝你好好想想，你要是掉下去，我只会摁着头让你多喝几口水。陆泱泱，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已经处处忍让你了，你还嫌不够吗？看来今天的戏应该你亲自上。盛云珠，我是真的很好奇，你特地找人编了这个话本子，还大张旗鼓地排成戏，怎么开始替自己的身份暴露做铺垫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想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行吗？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如此大的恨意，我从来没想要夺走你的任何东西，如今母亲眼里只有你，你也如愿以偿了，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呢？只见这时盛云珠的身子猛地往后一仰，就这么跌进了湖里。果然不愧是重活一次的人，够豁得出去的。陆泱泱冷眼看着在水中挣扎的盛云珠，还真想过去摁着他的头，让他多喝几口水，也不枉盛云珠这么辛苦的唱戏。只可惜他的脚刚动一下，就隐隐听到了脚步声。陆泱泱暗骂一声，快步走开，找了个隐蔽些的地方躲了起来，看向方才脚步声的方向，3殿下已经快步走到湖边，喊了一声盛三姑娘，便跳了下去。可算是回来了，你没事吧？盛云珠没对你做什么吧？哎，吓死我了！我一听说到盛云珠落水，我就吓得不轻了，我还担心是不是你们打起来了，正想要去看看。还好娇娇告诉我说你会浮水，肯定没事。盛云珠跟你说什么了？她怎么会落水的？盛云珠没有说她是怎么掉下去的，她是不是说我推她的？说是她不小心自己掉下去的，然后多亏了3殿下相救，都在说3殿下对她情深意重，怕是好事相近啦。陆泱泱的嘴角狠狠地一抽，他总算是明白过来了，盛云珠特地闹这么一出，还特地喊上他，就是为了一箭双雕，不是一箭3雕。你跟云珠一起去做客，代表的就是盛国公府，你怎么能做出来推云珠下水的事情啊？要不是他替你隐瞒，你知道外面现在会怎么传吗？你马上就要及笄了，你还要不要名声了？我之所以过来，就是想听听你们打算怎么编。一儿，你说说，今天在庆安王府，是不是他将云珠推下水的？祖母，我并未看见，我接到消息便回来了。好了，都坐下吧。想跟我说什么？落水这点事，不至于要找我过来吧？左右他的目的也达到了，我想你们应该也挺满意的。这么皆大欢喜的结果，找我来干嘛？看热闹？陆泱泱确实是挺好奇的。盛云珠今天从出门开始就在造势，恨不得昭告天下他跟3殿下如何的亲密，如何关系匪浅。这也正中盛国公下怀，他们一直这么宠着盛云珠，为的不就是搭上3殿下吗？别说不是我推的，就算是我推的，你们不还得感谢我吗？毕竟没有这一落水，盛云珠今天也没办法赖掉原本打算赏了仙音阁戏子的东珠，更没办法将3殿下对他情深意重的事情给宣扬的人尽皆知。说吧，怎么感谢我？你这个贱蹄子，谁叫你的目无尊长，陷害姐妹，你简直……哼，年纪大了就积点口德，小心闪了舌头。你喊你过来是问一下，今日庆安王府仙音阁唱的那出戏是怎么回事？你若想公开身份，我们可以找个合适的机会。你是盛国公府的血脉，这一点不会变，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身份？我有什么身份需要公开的吗？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只是一个孤女，
虽说占了蓝家远亲的名分，但说到底跟你圣国公府可没有半点关系吧？圣国公觉得我会想公开什么身份？公开了之后做什么？上你圣家族谱，等着被你称好了斤两，算好了价钱卖出去吗？你胡说八道什么？哼，我说了，我陆泱泱这辈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对你圣国公府没兴趣。你要真觉得那什么真假千金的戏是我找人做的，也行，我现在就去仙音阁，再给他们编一个话本子，告诉他们圣国公当年怎么丢的孩子，在我回府之后又是如何为了仇人之女为难我的，保准比今天那出戏精彩多了。陆泱泱起身就要往外走，他可不能白背这个锅，管他们什么目的，谁让他不高兴，他就让他们都不高兴。你给我站住，拦住他！我没有说是你做的，是我误会了，这只是个巧合，叫你来只是想问问你怎么看。既然跟你无关，我就不再多问了。如此你可满意了？我当然不满意，所以我劝你们少来招惹我。哦，对了，还有个事，麻烦告诉盛云珠，把那盒东珠拿出来。这答应了要赏赐出去的东西，竟然还有昧下的吗？他也不嫌丢人呐。他这么小气，三殿下知道吗？还是说这个时候你们圣国公府的名声就不是名声了？将那盒东珠取来。只要陆泱泱不出去乱说，不过一盒东珠罢了，给就给了。这珠子不错，圣国公府三姑娘大度，向来喜欢慷他人之慨。今儿个仙音阁那出戏唱的可是让三姑娘十分满意，这赏赐自然是头一份。放心，我一颗都不会贪墨，尽数送到仙音阁去，我定转达三姑娘对仙音阁的赏。哎呦喂，哎呀，作孽呀！这一个个都是什么败家子儿啊！那么名贵的东珠，你就给个丫头片子呀？还要赏给戏子？这日子是不过了吗？儿啊，娘操持国公府半辈子，你不曾见过这么大的东珠呢，你就让人拿着出去糟蹋了呀！哎呦，我的心呐！哎呦，父亲，祖母，云珠福薄，又名不正言不顺，如今已然成年，这些年多亏了父亲和祖母的照顾，云珠感激不尽。云珠蒲柳之姿，亦配不上三殿下，亦不敢再有奢望，求父亲将云珠送走吧，送到庙里清修也好，送回相次也罢，云珠都绝无怨言，只愿用余生祈求父亲和祖母平安健康，无病无灾，长命百岁。你的结界礼，国公府会好好办，你不要多想。从前跟你说你是国公府的姑娘，就一直是。安心养病，谁也越不过你去。父亲，祖母，我先回去了。等一下，云珠结界礼的事情你上点心。今日她受了委屈，你同她关系好，你去宽慰宽慰她，安一安她的心。抱歉，我没空。说完，也不管圣国公脸色有多难看，直接扭头走了。混账！时间转眼便到了盛云珠办结机礼的日子。姑娘，国公爷最是看重您的，刚刚又叫人送了不少东西过来，都是给姑娘的。什么时辰了？回姑娘，已经快40了。蓝家人还没来吗？许是有事情耽搁了呢。都欺负我是吗？我等这一天等了那么久，我只想要安稳的度过今天而已，为什么都要欺负我？为什么都要这么对我？姑娘你冷静，你的好日子还在后边，不珍惜你的人一定会后悔的。后悔？
你说的没错，今天过后，他们所有人都会后悔，我会让他们都后悔的。好了，时候不早了，走吧。怎么不见兰氏？啊，兰氏她身子不舒服啊，实在是下不来床，担心过了病气给大家，还望诸位见谅啊。啊，身体要紧。这前2天还有人看见兰夫人去了云翠轩呢，怎么2天就病得下不来床了？嗨，你知道什么呀？没见兰家也没来人嘛。这要说那可是亲外祖家呢，一个人都不来，你们都不觉得有问题吗？众人议论的热闹，忽然只见盛云珠抱着一套礼服跌跌撞撞地跑进客厅，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云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你这礼服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究竟是何人所为？大胆，简直大胆！盛云珠只是跪在那里，眼泪一滴滴地往下落，眼眶通红，明明什么话都没说，却已经是委屈到了极致。云珠啊，这是怎么了？瞧瞧这大喜的日子，怎么眼睛都红了？不过是件衣服，你是盛国公府的嫡女，无论穿什么都改变不了你的身份，你说是不是？快起来，时辰就要到了，切莫误了吉时。盛云珠脸色苍白，盛氏这话看似是安慰，实则是警告。坐在萧家老夫人旁边的六公主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儿，这个盛云珠可真是够小家子气的，不过是一件衣服而已，只当她这么丢人现眼吗？祖母，云珠说过，是云珠福薄，已经万万不敢再有所奢求，只是云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了。他为何要如此为难我，连我的礼服都要破坏？我已经提前积极里给他让了日子，还想让我怎么样呢？祖母，若是盛家容不下云珠，那便将云珠赶走吧。云珠真的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出来了。李老夫人眼前一黑，差点没当场晕过去，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的。不行，千万不行，千万不能让盛云珠在这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自己的身世给说出来，一定要让盛云珠顺利的嫁给三殿下才行。来人，把陆泱泱给我带过来，另外立刻让人去查，简直岂有此理！国公府好意收留他，他竟然敢行如此小人行径。云珠，你且安心啊，祖母一定替你做主，你才是我们盛国公府的嫡女，就算你母亲偏爱她，想收她做义女，她也万万不该存着心思想要越过你去。哎呀，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还真以为是什么真假千金呢。这兰夫人也是，放着亲生女儿不疼，怎么去疼一个外人？哪怕想要收做义女，也不该越过亲生女儿啊。她的身份早晚是藏不住的，与其等着被人揭穿的那一天，被从天堂打入地狱，不如从一开始就逼着盛国公府承认，她才是盛国公府的嫡女，而陆泱泱才是那个外人。母亲，这件事许是有什么误会吧？泱泱一向乖巧，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盛夫人，你觉得陆泱泱乖巧，是你眼神不好呢，还是你对陆泱泱有什么误会？本公主可没少见她欺负人呢，会做出把人礼服弄破这种事情，也不奇怪吧？盛氏脸色一僵，怎么也没想到这六公主竟然对陆泱泱有这么大的敌意。看来三殿下是真的很中意盛云珠了。怎么回事？国公，哎呀，你来得正好，今日是云珠的大日子，现在礼服却被陆泱泱那野丫头毁成这样，无论如何也得给云珠个交代，她才是我们国公府正经的嫡女啊。母亲放心，我定会叫人查清楚此事，还云珠公道。去看好夫人，今日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夫人出院门一步。今日之事，我必然给你一个交代，不可误了吉时。先去过礼。多谢父亲为云珠主持公道。
你是不知道黎端那个见异思迁的，他口口声声说最喜欢大哥了，结果看了长得好看的男子，不还是走不动道？就这些天，那个明公子的戏，他是场场不落。那明公子也挺奇怪的，似乎对黎端也很有好感，还总对他笑。你说奇怪不奇怪？那怕是不太可能。就小黎那个满脑子只有大哥的脑袋，见异思迁多半有些困难。估计是觉得明公子唱戏唱得好，恰好对了他的胃口。你说的也是，他倒是在此事上目标非常明确。姑娘出事了，三姑娘吉吉礼上穿的礼服不知道怎么被人给捡了，她抱着礼服跑去找老夫人做主，说是你做的，言之凿凿。国公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并且说叫人过来请姑娘你过去，人应该马上就到了。什么？他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泱泱今天月门都没有吃过，怎么可能动他的裙子？大白天的，他做什么梦呢？太离谱了！他陷害人有这么陷害的吗？张口就来！今天都有什么人过来了？萧家老夫人跟六公主。哼，他不过就是拿捏住了，有这两个人来给他撑场子。只要圣国公不想得罪三殿下，还想跟三殿下结亲，别说他冤枉我毁了他礼服了，就算说我偷东西，把黑的说成白的，圣国公也会替他做主，让我认罪。姑娘，不行，不能让他这么胡说八道。走，我们去跟他对峙，我来给你作证。我就不信了，还拿他没办法了。有什么好证明的？他说是我，那就是好了。我总不好让他白白冤枉一场。走，沈嬷嬷，你快点把我贵重的东西收一收，要是没处藏的话，你就喊一声，让隔壁侍卫帮个忙，先扔到隔壁院子里，千万别少了东西。沈嬷嬷愣住，一时间不太明白陆泱泱的意思。哟，今儿个什么大日子呀？我一来你就给我跪下了，怎么知道自己有够不要脸的？污蔑人的话张嘴就来，所以特地跪着给我道歉的吗？陆泱泱，你放肆！你们都还愣着做什么？先把他给拉走！没看到正在做什么吗？祖母，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也是国公府的姑娘，泱泱也是。您的意思是说，我跟泱泱都不能参加圣云珠的吉祭礼吗？我们大昭国哪家有这种规矩吗？李老夫人气得心口疼，她分明针对的是陆泱泱，盛云娇这个倒霉孩子，她又跳出来捣什么乱？既然来了，就快入座坐好，别耽误了仪式。老身倒是头一次见到如此不懂规矩的姑娘。听闻陆姑娘出身乡野，但这也不重要。既来了京城，进了高门，就该遵守礼仪，不可任性妄为。圣国公府好意收留你，你就是如此报答吗？萧家老夫人是当今萧贵妃的母亲，三殿下的外祖母。随着这2年三殿下的位置水涨船高，萧家在京中也是首屈一指，人人巴结的对象。可不是啊，一点规矩都不懂，真不愧是乡下来的，一点教养都没有。看来上回陈二说的一点错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克父克母的绝户女。这位老夫人，敢问你同圣国公府有什么关系？是亲戚吗？还是说你跟这位盛家三姑娘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放肆！这位是萧家老夫人，是当今萧贵妃的母亲，三殿下的外祖母。哦，三殿下的外祖母啊！知道还不快些道歉？那就更奇怪了，三殿下的外祖母跟圣国公府有什么关系吗？还是三殿下跟圣国公府有什么关系吗？你胡说什么？圣国公急忙出声要喝止他。如今三殿下还只是有意，但并未透露出来要结亲的话。要是此时传出去，岂非让人觉得他是故意攀附？若传到陛下的耳中，更是不堪设想。这么说，这位萧家老夫人跟圣国公府并没有什么关系喽？既然如此，我倒是很好奇，
萧家老夫人这么贸然插手圣国公府的家事，又是什么规矩呢？老夫人，您那么懂规矩，不如同我讲讲。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丫头！陆泱泱，你这个不懂尊卑贵贱的小贱人！你当京城是什么地方？是你那个穷乡僻壤吗？这里的人你一个都得罪不起。我劝你识相的话，就自己赶紧滚，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晨儿，你有毛病吧？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哼，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程四，你本来就够野的了，跟陆泱泱这个野丫头在一起混久了，更像个野丫头了。以后要是嫁不出去，有你哭的。近墨者黑，没有你黑。程二姑娘，你来我们府上做客，我们府上是很欢迎的，但是小姑娘家张嘴闭嘴的把婚事挂嘴上，可不太合适吧？哈，我就说陆泱泱这个没爹没娘的麻烦精是个祸害，现在连云珠的礼服都敢剪了，谁知道以后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你们这都不把她赶出去吗？我必然是我娘生下来的，陈二姑娘难道不是吗？陈二姑娘说我没有娘，那难不成我还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吗？还是陈二姑娘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当然是我爹娘亲生的，你少胡说八道，你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爹我娘都活得好好的，你呢？你倒是把你爹娘喊出来给大家看看呢，用不用本小姐送你几炷香？你是谁生的是你的事，但我告诉你陆泱泱，她有爹娘，她也不是什么孤女。小吴，闭嘴！闭嘴！